都推薦我去的。它感覺有點像就是在吃泥的感覺，不知道我沒有吃過泥啊。哎呀，現在好浪費。這裡真的很壯觀，真的很想念破米。surprisingly，今天的這個北京烤鴨呢，它真的也非常非常的好吃。我等了1個小時，他們那個菜都還沒有上。他們的香水真的好香好香，這麼大，綠毛上賣700多人民幣。我覺得他們整體吃起來就比較清淡。這裡的包包真的超級無敵多，馬幣350，到底值不值得？ Good morning, guys！ 大家早安！我現在要準備出去吃東西。現在要去的這一家店呢，它叫做姚記炒肝。這家店呢，是我這幾天遇到的幾個北京人都推薦我去的，所以我們就一起出發去看一下這一家店到底是賣什麼的。Let's go！這個呢是炒肝，這個是包子，還有這個是來自北京要必吃的麻豆腐。它裡面是有大腸，然後有炒肝，這東西好粘稠。其實我覺得它跟那天吃的一個滷味蠻像的。可是它的這個口感會比較粘稠一點點，而且它的那個肝也蠻新鮮的，不會臭臭的。吃下這個麻豆腐，它的口感很像泥沙，綿綿的，然後裡面還有一點豆，沒有特別喜歡的口感，它感覺有點像就是在吃泥的感覺。雖然我沒有吃過泥啊，可是它那個口感就是差不多是很像泥狀的感覺。它的味道是好吃的，可是我覺得它那個包子皮有一點點厚，它的肉只是一點點的。我現在呢要帶你們去逛好幾條街，現在在的這一條街呢叫做雍和宮大街，從這裡呢就可以 City Walk 到國子監，再走下去呢就可以到五道營街。現在呢就帶你們在這裡走走看看。一般上呢，我很少会買香水，可是我想要說呢，我剛刚呢買了4支香水，他们的香水真的好香好香，聞起來呢就真的很特別。剛剛我買了3支叫體香，買來送給朋友，因為我聞起來的時候，我真的覺得它的味道好特別。如果你們有來到這裡的話，你們一定要經過這一家旗艦店買香水，它這間店呢的整個設計也非常的好看。第一次在中國吃炸醬麵，一般吃炸醬麵都是吃那個韓國的炸醬麵。韓國的炸醬麵呢沒有給這麼多小菜，這個小菜看起來好健康。這一家店很好呢，是因為它這裡是免費續麵的。剛我放的那個黑色的醬呢，它是黑豬肉醬。我覺得中國真的好神奇哦，每一個城市呢都有他們自己獨特的麵條。好像去上海呢，就是吃那個本湯麵，吃那個蛤蜊豬肝麵；然後去到重慶呢，就是吃那個豌雜麵；來到北京呢，就是要吃這個炸醬麵，還有打滷麵。我覺得這一家麵館呢，它麵條的口感是有在的，可是我個人沒有特別喜歡它的那個醬料。我覺得他們整體吃起來就比較清淡一點。如果你跟我一樣是喜歡重口味的呢，我比較推薦大家去吃打滷麵。我覺得打滷麵比較好吃。走着走着，我们已经到了五道營。现在带你们来看一下这里有什么东西。这个地方其实 City Walk 真的很快就可以走完了，2個小時就可以走完了。這一家是一家挺有名的那個什麼西班牙餐。我已經
差不多逛完這幾條街，我覺得這幾條街呢不需要花到半天的時間來逛，你們只是早上就吃了早餐，就在這裡隨便逛逛一下。因為老實說呢，我覺得它的東西也不是特別的有特色，而且也沒有很多街道，來來去去賣的東西都差不多一樣。所以我今天又回到了這個 Masterham 這裡喝咖啡，又點回一樣的這一杯，很好喝。然後喝完之後，我就要去另外一個文藝街。这個區呢比較多的是咖啡廳，還有吃的。其實它也是很快就可以逛完的，1個小時就可以逛完全部。前面有一家雞包，蠻出名的。我身後的這一家呢是一家意大利麵，可是因為我現在真的太飽了，也吃不下。現在呢我要去逛另外一個區，現在就帶你們走過去。它這邊呢，剛好有一個地方呢是賣包包的，有賣二手包，有賣新包。然後它這個地方真的超大，超多本地人來逛。你們一進來之後呢，你就要把你的 bag 呢放在他們的那個 locker 裡面，他們才讓你進来。這裡的包包真的超級無敵多，真的是會看到你審美疲勞。這裡很好的一點呢，是它每個架子呢，它上面都會寫它是什麼品牌。你們如果有特定喜歡的品牌呢，你可以直接往那個架去逛。還有一個區呢，叫做特價區，那個特價區的東西呢，真的打折便宜超級無敵多。如果你們真的是很喜歡shopping的話，你们可以到這個地方來，因為你在這裡真的是可以淘到一些很便宜的包包。它上面每一個 bag 都有一個 QR code， 你們掃那個碼就可以知道它的價錢。這樣子很小個的包包很適合拿去婚宴。我這樣大概逛一下呢，就逛了差不多1個小時多。我覺得你們如果來這裡的話呢，你們可以待幾個小時，慢慢逛，因為它這裡的東西真的有很多。雖然我有幾度很衝動想要買東西，因為它的價格真的很便宜，可是最後我還是決定省錢。我覺得下一次我回來北京的時候，我也是會住在三里屯。我覺得這個區真的是太不方便了。現在我帶大家去另外一個區，這個區呢好像是蠻多所謂的潮人會去的一個地方，我也沒有去過，所以現在就帶你們一起去逛逛。離剛我那個地方呢，打車的話差不多5分鐘，走路的話要30分鐘，所以建議大家還是打車去。這個地方呢，也是一個寵物友好的一個 mall， 好多人就帶他們的狗狗來這邊買東西。很多衣服呢，我在其他地方逛街的時候都沒有看到，應該是一些 local 的潮牌來的。OK， 我現在已經逛到七七八八了，現在要打車回酒店，想要回去放東西一下，因為我的肩膀真的很痛。然後去找一個按摩來幫我的頸項舒緩一下，因為它真的很痛。我連續這樣子拍了2個星期，因為剩下2天的行程，我要好好放鬆一下。晚餐呢，我們來吃這個小大董。小大董呢，它算是一個北京蠻有名的一家餐廳。為什麼我會知道這一家餐廳呢？也是因為之前我要來北京的時候，在飛機上遇到一個北京人，他跟我說，如果我要吃一些傳統的北京菜的話，也是可以試這一家。第2家世紀名廚跟今天的這一家小大董呢，一進店的感覺就是他們比較商業化了一點點。那個師傅是不會在你面前切給你的，可是他在外面有一個窗口，你可以看到那個師傅在切。店員是沒有教我
要講吃那個北京烤鴨。如果我是第一次來的話，可能我不知道講吃的北京烤鴨。前2間的那個店呢，他們就有教我要講吃，幸好這一家是第3家，所以我已經知道要怎麼吃這個北京烤鴨。我覺得要吃北京烤鴨呢，你不要放太多醬，你可以放一點點，就你要吃到那個醬的同時呢，你也是要吃到烤鴨本身的鴨香。但是他有教我怎樣包，我已經忘記了，包回我自己的方式。我還點了一碗米飯，它好像是講它是有點糯米。我看到其他桌呢都點他們很多其他的那個菜，我蠻想要點的，可是我就沒有辦法，因為只有我一個人。我點了一個宮保蝦球，也是看到網上大家推薦的，超好吃。宮保蝦球呢 surprisingly 好吃，它有一點點那个花椒的味道，然後麻麻辣辣的，跟我們馬來西亞的那個宮保蝦球真的很不一樣。我要跟大家說呢 ，surprisingly 今天的這個北京烤鴨呢，它真的也非常非常的好吃。它的皮呢比較有油脂的，可是它那個油脂呢，你吃多了它也不會很膩，因為它的那個皮跟它那個肉 balance 還蠻好。我剛好來到這一家店呢，這一家店就在我酒店的隔壁。它就是在太古里裡面。我覺得這個北京烤鴨呢，雖然看起來很簡單，可是它的味道確實是蠻 flavorful， 皮也不會太厚。如果下次大家要來北京吃北京烤鴨，然後又不想要排隊的話呢，我真心推薦大家來吃小大桶，因為真的蠻好吃，而且它的價格也非常的實惠。海鮮很厚。其實你廁所下，我再跟你講。是屬於你買進來的。大家早安，今天呢是我在北京的最後一天。下午的時候我就會去故宮，因為我想說今天是星期三，故宮應該沒有這麼多人。Anyway， 在我還沒有出門之前呢，我先要 pack 好我的行李，我就想說跟大家順便做一個快速的開箱。我先要跟你們一起開箱昨天買到的東西，一件裙子，然後我覺得還蠻特別的，給大家看。噔噔噔。它是一件背帶裙，我看到這一件裙子，我覺得它的手工很好，所以我就買了一件。其實前幾天呢，我有去逛 Lululemon， 然後我就看到一雙鞋子，我覺得還蠻漂亮的。最後店員就跟我講，那個鞋子已經全國斷貨了，所以我就沒有買到。我就想說，我在淘寶的旗艦店去買。我本來要買的是白色的，可是旗艦店只剩下灰色，最後我就入手了灰色。不過我真的很開心，因為這一雙鞋呢，我買到它的時候真的很便宜。我在店的話，我問那個店員，店員是跟我說那雙鞋好像1290人民幣，可是我在淘寶的旗艦店買呢，它價格好像是700-800人民幣，他們的尺碼也是偏小的。我自己本身一向來是穿39，可是這一雙我買40，對我來講會剛剛好。給你們再仔細看，超美的，它的鞋底也超美。還有買了2件上衣 ，brown color 的藍色的一個衛衣，這一個也是一件圍巾，這個襯也蠻美的。我覺得我今天就可以穿這個出去。我的開箱就到這裡嘍，現在要準備出門嘍，我們等下見。sorry， 我還有一些東西。前幾天我在逛街的時候呢，我就發現了這一個品牌，看到他們家的衣服的顏色蠻淺色系的，我就買了好幾件衣服，就買了一件這樣的一個上衣，也是一件 sweater， 淺藍色的 sweater。然後這件連身裙呢，它也是我覺得它的布質也是蠻好的，還有一點點 linen 的感覺。想要跟大家分享這個我昨天買到的香水，是 from 這個 brand 叫觀夏。我聞的時候，我真的覺得它的味道超香超香。我自己本身入手的是這個裸，它的包裝是這樣子。它的味道真的很特別。我的開箱就到此結束，我們一起出門去吃早餐。我現在去這一家禮賓部工作人員推薦的一家餐廳，他說那一家餐廳呢是在四合院裡面的，因為待會我12點半呢要在故宮前面跟待會集合，所以我就選擇去那裡附近的一家餐廳，不知道需不需要預定位置，我們就 walk in 看看，看我的運氣。今天呢是在北京的最後一天，不知道為什麼有一種莫名的感
觸。一開始來到北京的時候，其實還蠻擔心的，因為覺得是一時的衝動就買了機票過來。這麼多天下來，其實還蠻累的，可是累得來又覺得很充實。我找回 solo trip 的那一種衝動，我覺得有點好笑。我最後一天才來故宮，沒關係，我還來得及買票來故宮，我已經是蠻幸運了。待會我去故宮的時候呢，那個地方真的很大。我不玩一個托，他是講那個托大概會走路走3個小時，所以我就想說我要在這裡吃飽一點。我現在來的這一家餐廳呢，我不知道原來他這麼厲害的。我在他的牆壁上看到他拿過米其林，又拿過黑珍珠。當我問那個店員他們的招牌是什麼，他跟我說是烤鴨。其實我沒有特別想要吃烤鴨了，因為已經吃了很多天。我又看到他的那個烤鴨可以點單人份，就是1個人的份，所以我就決定點烤鴨，還有幾個小菜。這個就是我今天的 brunch。不過我想要跟大家說呢，我現在在的這家餐廳它真的好漂亮哦，它是一個4合院的餐廳。然後它其實下午呢，它有一個 menu 就是吃點心的，你給了100多元人民幣呢，你就可以無限吃他們的點心，而且是现點现做的。现在差不多11點20分，他跟我說要等到11點40分，我的北京烤鴨才會做好。媽呀，我好緊張啊！因為我12點半要到故宮那裡，我等了1個小時，他們那個菜都還沒有上。現在已經是要12點，我真的是剩下很少的時間。現在已經是11點50分，他已經擺在這個桌子擺了很久，可是他都還沒有上那個菜。唉，急死我了。這一家的北京烤鴨比较不一樣的是，因為他們有給這個燒餅，那個師傅他在切的時候可以聞到那個鴨的香氣就飄過來，真的很香很香。它的那個醬料呢，它是有放一點的花生醬，還有一些炸蒜，跟我前幾天去吃的比較不一樣。一如既要從它的皮先開始吃，他知道我很急，他刀法就超快，就切，然後他還把中間那個油給削掉。我覺得它的皮呢脆而不膩。要有一點皮，要有點脆才好吃，才解膩。我個人沒有這麼喜歡那個燒餅，我覺得它的皮有一點點厚。這是這個傳統的吃法。我覺得我吃了這麼多天的北京烤鴨，這一家他們的肉是最多的。還點了一個他們的麵條，很燙。它的那個湯底呢，感覺像麻油醋麵的那種味道。還點了一個三杯雞，那三杯雞其實裡面的料還挺多的，真的好好吃，可是我沒有吃點。幸好趕得及，我們已經到了故宮的外面。外面這裡呢，1、2排呢都是小吃街。我覺得如果你們下次來故宮的話呢，最好是來這邊的小吃街，就不會像我這樣這麼的趕。我們到了我買的那個票是這個。你來到這一個 tour 呢，他會給你一個耳機這樣子，所以你們就可以跟着一邊聽他講解。所以有很多人就是穿着漢服來故宮這裡拍照。他說呢，這個故宮呢是1925年過後呢才開放給遊客的，以前呢是沒有人可以進去的。這裡真的很大，然後也很曬。哎呀，我現在好狼狽。前面那個是太和殿，這個呢是他們的辦公。幸好找導遊，不然因為這故宮真的很大，你根本就不知道它的歷史，而且你也不知道那個路線要怎麼走，因為它真的很大。這一個故宮裡面呢有9999間房，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它有多大嗎？ Yeah, so which means when you say square means yin, when you say the circle means yang.
剛才那個導遊還跟我們分享說呢，他說那個門一邊是方的，一邊是橢圓圓這樣子的，是因為陰陽的關係。那個橢圓形的那個入口呢，就是代表是陽。他講好像是我們的筷子這樣的，我們筷子上面是四方的嘛，四方形呢就是代表陰，然後下面圓呢就是代表陽。要不是他說，我真的不知道原來筷子也是有陰陽的成分存在。這裡真的很壯觀，真的好壯觀。這一個是防火的時候用的。The ocean, so which means just like money is getting 金庫，那個叫断庫。为什么男左女右？帮我解答一下。Because the lady is always right. So the lady is always right. 是吗？是這樣嗎？他說這裡有72萬平方米，真的很大很大很大。龙鳳獅子、海馬、天馬，然後是這個鴨魚。鴨魚是對，也是神獸。神獸啊，海中的神獸。海中鴨魚，鴨魚完了是酸泥，酸泥就是龍子。第8個就是謝豸，也是神獸。這裡全部就是神獸。對，因為這個殿最大。被我發現了。我到現在我才知道，原來龍是有9子。你們知道嗎？還是只有我一個人不知道而已？他說我們就是上這個斜坡的時候就要低頭走路，因為以前有人看到皇帝呢都是要低頭走路，所以他們就有這個slope 是讓你要看地上這樣子，所以要低頭走路。要去參見皇帝、皇上。他說，如果自己要逛的話，其實1個小時可以逛完。我建議大家是找導遊啦，因為你找導遊的話，他會跟你解釋這個故宮呢，它一些歷史，然後他們什麼時候建。他說每一個 building 裡面呢就有1個寶座，真的很推薦大家來故宮這裡。你看照片呢是很漂亮，可是你來到現場的時候呢，你真的是可以看到它整個建築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震撼。沒有想到這麼歷史悠久的建築物呢，可以保留到今天，讓大家來參觀。真的很佩服以前的人怎麼可以就是以那時候的資源建這麼漂亮的宮殿，真的太美了，真的很壯觀。現在呢，我要去一個商場逛逛，它叫做北京 SKP， 據說呢是在北京非常大的一家商場。這一次去逛的這個商場呢，是我忘記了，不要緊了，等下我們到那邊再看。我們到嘍。逛一下，樓下 B1 那邊呢有一個 food court， 我先帶你們下去逛一下。哎，樓下有衣服逛哎！哇，你們要逛的話，你們要下來負1樓，這裡比較多衣服。這邊還有一個美食街，這一家的那個綠茶雪糕很好吃哦。想要跟大家說呢，在中國的 Lululemon 呢，他們的款式真的很多。我在這裡看到很多款式呢，馬來西亞是沒有的。如果你們剛好來到中國的話，可以順便去逛一下他們的 Lululemon， 他們也是有賣很多那種包包，他們的包真的很特別。我真的是很喜歡逛超市。我給你們看，我在這裡看到馬來西亞榴蓮，泰國的還是馬來西亞？馬來西亞榴蓮哪有這麼大粒的？這樣大粒，看那個賣相就知道不是講很好吃哦。這麼大包，你看，金枕榴蓮，這是貓砂碗，他們賣一粒貓砂碗賣700多元人民幣。如果你們想要逛一些比較有質感的女裝的話，你們可以到3樓來。3樓這裡呢有很多的 local brand， 可是他們的價位呢都比較偏高一點點。順便補充一下，它這裡中間呢就是很像品牌集合店，它在這裡就有各式各樣的一些小眾品牌啊，跟一些國際品牌。我現在上來4樓，4樓這裡呢就是賣鞋子的。這1樓呢就是賣家居用品，賣那些床啊，然後賣一些小孩子的東西啊，賣一些那種手工藝品啊，賣一些碗碗碟碟之類的。我還是趕快逃離這個地方，這個地方有很多易碎品，而且他們的價格都不便宜，要好幾百塊人民幣。我來了這麼久，我第一次遇到女司機。是嗎？對，然後我明天就要回去了。我們現在要去這個朝陽公園
聽說那邊還蠻漂亮的，它離我剛剛那個商場也不遠，所以我就想說帶大家陪我一起去感受一下大自然釋放的多巴胺。畢竟今天也是最後一天，沒有啦，其實是我現在不懂得做夢，所以我就帶你們去走一下。我們到了這個公園，這個公園呢是免費入門票的，它這裡是有一個遊船碼頭。其實我蠻想要搭那個船的，它有各式各樣的船，有電瓶船，然後有天鵝船，然後有4人鴛鴦電動船。可是呢，它的價格蠻貴的，而且我一個人可能就不是很划算。它的每一個船呢，最少都是要4位乘客，它就可以開船。沒有關係，我下次再倒回來給你們看一下那個船票價。前面那裡呢，還有一些遊樂園，適合帶小朋友來這裡玩，它很像翻飛這樣子。如果大家要帶小朋友來玩遊樂園的話，記得早一點來，因為他們5點就下班了，所以5點過後就沒得玩。但如果你是要來走走、拍拍照，就可以這個時候來，因為這個時候剛剛好有日落。過山車哇哦！如果你們跟我一樣懶惰走路的話呢，你們就可以搭我剛剛的那個車，那個車過來這裡呢，差不多5分鐘，他大概收10元人民幣。可是他說他5點關門了，所以等下我要回去的時候，我就只好自己走回去。這邊呢，還有一些那種 public 的桌子，你們可以在這邊買小吃，然後就坐在這兒。今天是我在北京的最後一天，想說來吃個漂亮飯。我在網上呢就搜到這一家餐廳呢，它的那個評價非常的高。我在大眾點評看到他們的 rating 也是4.9。因為我没有做預約，所以我就 try to walk in。這麼巧，那個店員就跟我說，我可以坐在吧台這個位置。我現在才差不多6點，還很早。Yes。他們的招牌都是日本餐，龍蝦、刺身啊、蟹之類的。這一個是今天我點的主食 crab rice bowl， 它上面就有寫海膽，還有卡比亞。這一個是我點的前菜，這個前菜上面呢，它是有一點芥末。旁邊的那個就是橄欖油，還放了一個酸柑在上面。這個是昆布木魚花湯，是送的。順便跟大家分享呢，這一家呢，它算是一個半開放式的廚房。我覺得你可以看到廚師煮飯的時候還蠻療癒的。我特別喜歡這一家餐廳，他們整個氛圍跟它的擺盤，你可以看得出廚師呢就很用心的在擺他們的那個菜品。單單這個蟹呢，它的價格呢是698人民幣。我剛才大概算了，它的馬幣的價格呢是差不多350塊錢這一碗。今天的這一餐呢，真的是我在北京吃過最貴的一餐。章魚好新鮮啊，入口即化 ，so good。我上一趟才去了一個日本。然後就吃了很多那個刺身，可是我真的覺得這一家的刺身呢，真的不輸給我在日本吃，很好吃。我很喜歡它上面有放一些檸檬，它放了一些檸檬呢，就讓那個三文魚呢整體的那個感覺很好，不會只是完全的就只有魚的味道。大家，我現在已經回到了酒店，已經把我的行李收拾好了。可是，在還沒有要去睡覺之前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在北京的一點小心得。這一次來北京呢，真的沒有做足太多的功課，還有很多地方沒有真正的 explore 到。但在這一次的這一個 trip 呢，我也非常的享受每一個 moment。話說回來呢，其實我已經在中國蠻多個城市旅遊過，我就去過深圳，去過廣州，去過上海，去過成都，去過重慶，還去過內蒙古等等的城市。真的沒有想到這一次來呢，它的溫度大概就是0到10度，因為我自己本身也不是特別的怕冷，所以我覺得這個溫度對我來講是最 perfect 的。總而言之，我覺得我真的很開心。這一次我因為一時的衝動而來到了北京。接着就是到吃，我覺得因為我自己本身是一個吃貨，我對吃也是蠻講究的。這一邊的食物還蠻適合我的口味，除了
豆汁。這個豆汁我真的是不明白為什麼，我真的不喜歡那個味道。然後我也是有問一些那種載我的司機啊，跟我遇到一些攝影師，他們也是說他們不想要再喝那個豆汁。可是，呀，我不知道為什麼豆汁在這裡這麼出名。我吃了4家北京烤鴨。我覺得讓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第1家跟第3家。第1家的北京烤鴨是讓我最印象深刻，雖然我忘記它的名字，有一點好笑，可是我記得是因為它的那個北京烤鴨真的很好吃，它叫做盛永信。另外一家的是小大董，小大董這一家北京烤鴨呢，整體來說呢，我覺得它的性價比還是蠻高的。我今天去的這一家呢，我覺得它的食物真的也不錯，只是那個體驗感沒有這麼好，因為我在那個店呢就要等了1個小時。然後我又差一點 miss 掉我的故宮。逛街的地方比我想象中的還要全味跟全面。這邊逛街的地方真的有很多。今天的分享大概就是這樣子。明天我就會飛回馬來西亞。明天的飛機是早上9點。我也很期待飛回馬來西亞跟我的狗狗見面。我真的好想念我的狗狗，尤其是我在北京的時候，看到很多商场，還是一些商業街都可以到狗进去的時候，我真的很想念彭咪，真的很想念它。今天的 vlog 就到此結束，我們明天見。进来了一個他們的一個 lounge， 它東西其實還蠻簡陋，連它的雞蛋也是嘞。想跟大家說呢，這一次我回馬來西亞的時候呢，我是買的這個商務艙，然後這個商務艙呢是免費的。我是用那個快遞卡的 point 去換的。如果你們有用信用卡的話呢，你們記得去 redeem 你們的 point。我那時候我累積了分200-300千分。我這個 trip 是免費的，然後我下一個 trip 呢會去布吉塔丘，那個機票也是免費的。我真的覺得很值得。所以如果你們剛好有每個月有用信用卡的話，記得要去 enjoy 它的那個 benefit。